近嚟香港 HIBOR 利率急速上升，短短喺一個星期之間 HIBOR 利率升咗接近2厘，所以利率仲有好強勁嘅上升空間。同時 HIBOR 上升代表公平過租呢個概念已經玩完。喺今個禮拜最新嘅 CCL 即刻跌咗0.5%，反映因為利率問題，市場對未來係十分之悲觀。香港樓市其實仲未離開熊市，一定有排跌，但事實到底係咪咁樣呢？大家好，我係阿米。如果你認為啱啱講嘅嘢係合理嘅話，就恭喜你啦，因為你已經中咗個別樓市評論者永遠講淡嘅伏位。因為單只係講 CCL 都已經係反映緊3個星期之前嘅數據，其實同 HIBOR 上升係冇關係㗎。如果講到 HIBOR 嘅話，唔知點解網上有啲評論樓市嘅人見到 HIBOR 上升就好似如獲至寶咁樣，日講夜講，話 HIBOR 係波動 ，HIBOR 跌係俾人炒作，又話有息差好快會升返，結果去到今個星期先升到高過2厘。其實講 HIBOR 會波動同講阿媽係女人冇分別，真係幾好笑。講到 HIBOR 升會令公平個租消失，所以樓市仲有得跌。講呢啲説話嘅話，只係反映佢哋以結果為導向，就只可以針對講到跌嘅因素去不斷放大，亦缺乏有效嘅理性思考。好多思考樓市嘅走勢同底層概念，我喺之前嘅影片已經講過，我亦唔會不斷為咗流量而重複。當然事實上仲有好多思考上嘅概念，所以喺呢條片我只好將唔同嘅概念同大家溫故知新。如果你係準買家或者業主，想知道樓市而家有咩趨勢嘅話，記住將呢條影片睇到最後。同時支持我嘅朋友，麻煩你哋而家撳個讚先，不但可以表達對我嘅支持，同埋日後你都可以喺播放列表入面揾翻呢條片嚟重溫。最後，如果你都想定期接收對財富有幫助嘅資訊，可以而家就訂閱我哋呢個頻道，接收我哋逢星期五上晝8點半為你更新嘅影片。而家馬上進入今日嘅內容。首先我就要同大家講下 CCL 跌咗0.5% 係乜嘢嘅玩法。唔似有啲人跌就衝出嚟講樓市已玩完，升就唔見咗。其實喺之前呢條片我都講過投資者係點樣去睇最近嘅樓市走勢。CCL 只不過係反映緊3星期前嘅最後成交結果，所以每個星期最新公佈嘅 CCL 數字升跌，只係反映3個星期前比較再一個星期之前嘅平均交易成交價變化。所以今個星期嘅 CCL 係反映緊8月11號至8月17號嘅正式買賣合約交易。即係再褪前多2個星期，代表喺7月28號到8月3號嗰一個星期嘅臨約成交嚟。咁大家又記唔記得嗰個星期發生乜嘢事呢？就真係唔好話我賴天氣，多數人買樓都係禮拜6日成交，但係8月2號星期六係黑色暴雨，你係買家都唔想睇樓啦。8月3號亦係持續暴雨，所以呢個星期嘅成交又係十分之收縮。其實上星期嘅影片我都講過，因為10號風球成交收縮，會令價錢嘅波動更加大。今個星期又嚟個黑色暴雨兼星期日繼續暴雨，不過有時個數字就係咁樣反映，我都冇辦法再去解釋。可能10號風球嗰次跌1.2%，你信咗啲人講樓價升無可升，下星期就升翻1% 啦。之後今個星期又因為持續暴雨嘅偏離數字跌0.5%，又中多一次伏。其實而家樓市成交已經開始收縮，如果去到成交量極少嘅星期，個價格反映有效性亦會大幅下降。呢一點係要注意㗎。想知道更加多近期指數波動嘅邏輯，都可以睇翻我上星期嘅呢條影片去了解更加多。喺度我就唔再多講啦。所以投資者係唔需要諗呢個星期大升或者大跌係發生咗乜嘢事，我哋需要睇嘅係趨勢。之前5月5日至5月11日呢個星期，因為資金流入 HIBOR 開始快速下跌，咁我哋睇2個星期後嘅正約交易，即係5月19號開始個 CCL 走勢，我就為大家畫咗出嚟係咁嘅樣嘅。你會見到係一個緩慢上升嘅趨勢，之後近幾個星期波動開始變大，其實已經喺度慢慢咁升緊。咁呢條片就喺25年嘅8月24號推出嘅，而呢個最新嘅 CCL 係25年嘅8月22日公佈。你可以睇下呢2日有冇啲樓市評論者同你講跌0.5% 係跌好多，反映樓市已經變淡。甚至用埋 HIBOR 嚟講，如果有嘅話，你都知道佢係為淡而淡兼唔識睇樓市指數嘅人嚟。
假若喺呢個星期真係有人同你講樓市跌咗好多，你大概都知道佢只係為流量或者以結果為導向嘅評論者，睇嚟都浪費時間。我哋作為投資者，知道樓價係一個角力遊戲。如果你真係考慮樓價要點變化嘅話，你係要思考而家買賣雙方角力條件係乜嘢。我留意到有部分以下跌為導向嘅人，年初我講公平過租，可以預期今年加租同利率會下跌，令投資者入市買樓，所以樓市會有支撐。當時佢就講經濟唔好有排跌，到5月突然間有1000億湧入香港。就講 H 係波動，好快 H 就會升翻，只係有人用 HIBOR 嚟炒作。到咗3個半月後嘅今個星期 ，H 升翻就好似如獲至寶咁樣，係咁講公平個租冇咗。咁我想問各大業主同買家，你見到 HIBOR 下跌嘅時候，同美國有咁大嘅息差，你會唔會用 HIBOR 利率作為你買賣住宅嘅誘因呢？買樓成交期係需要3個月㗎，咁既然唔難預期 HIBOR 係波動，有咁大嘅息差，其實喺物業市場買賣嘅人都會知道，所以 HIBOR 對供樓數字嘅影響對樓市唔係一個十分之強嘅支持因素，純粹只係刺激咗一部分人嘅買樓意欲。其實我就一直講買家用 cap rate， 例如我成日講嘅第一城兩房，現時市值租金14,000蚊，市價410到420萬，叫佢哋借7成還30年嘅 cap rate 去計，你又計下係咪公平個租咯？有部分評論者已經要改個還款年期、按揭成數同埋利率去話公平唔過租，我都唔知講咩好。我只能夠講某啲嘅評論者只係以結果為導向去講跌嚟吸引流量，其實公平過租只係其中一個原因，亦反映咗佢哋為咗講跌睇樓市係缺乏立體嘅思考。其實 HIBOR 下跌最主要影響嘅係銀行股價取態，而唔係單純公平個租。想知道更加多嘅都可以睇翻我之前幾條講 HIBOR 嘅片，你會發現好多諗法同概念到今日都有效。所以而家嚟講，如果唔係公平個租又點諗呢？我哋就係要睇預期啦。租金而家都破咗頂，你亦預期美國未來會減息。呢兩個因素都會令公平過租嘅效果增強。你認為市場又知唔知道呢？如果你仲要堅持講冇公平過租同利率上升，我都唔知再講咩好。因為我講公平過租咁耐，都只係講緊投資者入市令樓價做底嘅因素，係未考慮用家入市。亦係我喺年頭用保守嘅方法，用公平過租去預測2025年樓價嘅估值方式。嚟到今日樓市有啲起色，我哋唔係單單用公平過租去諗未來嘅樓市變化，而係要諗買賣雙方同相關人士有乜嘢嘅取態同條件，令樓價形成新嘅趨勢。喺度我簡化啲咁講，樓市成交係需要買賣雙方確認咗實，買家就永遠想賣平啲，賣家就永遠想賣貴啲，中間要撮合佢哋嘅就係 agent，而銀行就係會為物業做估價，因為銀行要考慮係咪要為物業作出貸款，但係本身銀行都有自己嘅意態取向，並唔係真正嘅公平公正。如果學嗰啲評論咁講，公平過租會消失，你係業主會唔會接受買家用呢個條件去講價？其實供樓係包含埋還款本金喺入面，公平過租只係投資者計到最着數嘅方法，去揾租客做佢嘅樓路。暫時5月 HIBOR 下跌嗰時，買二手樓嘅人依家先開始收鎖匙做業主，即係心態弱嘅業主係被洗走緊，而市場係不斷咁有利好消息提供。咁我之前都講過，買賣住宅嘅有利條件向業主傾斜。首先氣氛由開賣市嘅屈市開始扭轉，HIBOR 大跌令公平過租 ，CVI 不斷上升，係完全冇考慮過心態弱嘅業主已經離場，同埋銀行股價仍然為業主傾斜。你見到美聯信心指數係不斷咁上升緊 ，CSI 仍然企喺50點以上，即係買賣雙方條件兩個嘅中間人，包括 agent 認為業主嘅談判條件比較強，同埋銀行喺股價上面已經為業主傾斜，令價格談判方面嘅有利條件仍然向業主傾斜，所以投資者仍然係要睇升。
可能你又認為 HIBOR 升得好快喎，咁 HIBOR 一定長升長有啦。雖然業主有 cap rate 去保障佢哋嘅供款額維持穩定，但係阿米喺之前有講過，如果 HIBOR 利率高，係會影響銀行對物業估價嘅取態，令雙方嘅買賣條件翻去買家手上，咁個樓價係咪要跌啊？好啦，咁首先我就真係要回顧翻我之前影片嘅全部。首先你要睇翻5月 HIBOR 下跌嗰陣，我就講可能你認為 HIBOR 急跌只係一時嘅事，主要係外來資金流入，但係外來資金都可以隨時流走。但係我用翻由08年打後嘅銀行體系總結餘，其實有啲資金入咗香港之後係未試過極速咁流走，即使要流走，好似09年咁樣都要幾個月，仲要之後都係一個大漲小回嘅格局。之後不論14至15年同20年都好，資金由開始流入計，多數都係不斷咁繼續流入，而且資金流入幅度一次比一次多。而金管局喺幾日之間已經接咗1300億，係比之前幾次有過之而無不及。咁喺呢個世界冇人有水晶球嘅，咁你又睇下香港銀行體系總結餘喺呢幾個月又有乜嘢事情發生咯喎？咁而家香港銀行體系總結餘雖然跌到落540億左右，但係比之前個結餘440幾億多咗近100億，係唔係比較翻我5月嘅呢條片講09年嘅歷史好相似呢？可能你又認為資金因為息差可以繼續流走嘅啫。好啦，咁個問題就嚟啦。其實最新 HIBOR 利率報2.77厘，同我之前講嘅 HIBOR 利率高於2.1厘嘅話，銀行賺嘅息差就會變少，直至3.5厘嘅 HIBOR 利率，銀行就會冇錢賺，從而影響銀行對物業估價嘅取態。而家嘅2.77厘可以話係中間，咁銀行嘅取態就會變翻保守啦。暫時星期四出嘅 CVI 指數係反映緊上星期你仲見到係上升緊，係睇唔到呢個星期嘅物業估價會唔會有所調整。不過做業主嘅你就着數啦。我諗好多業主得閒就會上銀行網站為自己嘅物業估值一下。咁我唔清楚大家嘅物業估價會係點樣啦。最少我自己嘅物業估價係不變，而我問我部分嘅朋友，佢就 check 估價就 check 得冇咁密。佢就話佢估價比1個月前仲要升咗2%，而冇樓嘅人又點會攞同一個單位去不斷咁估價呢？所以呢啲人就要等下個星期 CVI 出咗先可以作判斷啦。咁我就相信多數真正嘅業主都會發現自己物業嘅估價喺今次 HIBOR 上升未必會跌，所以而家就嚟到一個之前冇講嘅核心思考問題啦，就係假設你係銀行買家拎住份合約同你申請按揭，你要幾時先借啲錢出去呢？如果係樓市持份者，應該都即刻答到我，就係成交日。喺5月之前，你係銀行嘅話，會唔會預計到突然會有成1000億打入嚟香港，之後個 HIBOR 大幅下跌呢？咁就梗係估唔到啦。HIBOR 長期高水都唔會預期佢跌，做按揭又冇錢賺，股價就梗係保守啦。近嚟 HIBOR 上升得比較快，港元匯率升得就比較快，已經離開咗金管局嘅弱方兌換保證一段距離。咁啱我喺呢條片亦講 HIBOR 純粹因為利差關係要上到3厘以上嘅機會係不大。我又冇水晶球嘅，我都係用合理嘅情況去估出嚟嘅啫。咁啱 HIBOR 上到2厘以上已經離開咗弱方兌換保證唔少，唔似之前 HIBOR 喺低於1厘嘅時候喺弱方兌換保證附近徘徊。咁根據聯匯制度，既然港元對美元觸發唔到弱方兌換保證，銀行體系結餘就唔會再下跌啦。咁個 HIBOR 理論上就會變得平穩，亦唔好幻想到長升長有。亦要小心啲，一直用 HIBOR 喺 YouTube 刷流量嘅人，你發現我只係用幾條片已經可以包含好多投資者合理推測未來嘅影片，但係你睇嗰啲人嘅影片就不斷咁同你講 HIBOR 只係波動，一定會升，但係又唔升，都升咗又講樓價跌，只係會影響自己嘅理性判斷，因為佢哋係以下跌為結果去堆砌理由。好啦。如果 HIBOR 真係波動嘅話，點解一定會升翻呢？係因為有利差關係。而家去到接近3厘，就已經離開咗弱方兌換保證。咁點解我啱啱要問大家，銀行要幾時借錢俾買家呢？就係因為成交期係3個月，銀行係3個月後先要借筆錢出去。佢哋講到因為利差錢要流走，咁利差收窄嘅時候，啲錢係咪會流入呢？
今日係8月24日，咁用正常3個月嘅成交期，成交日就係11月24日，中間係包含咗美國聯儲局2次嘅議息時間，呢段時間減息嘅概率亦係十分之高。當然最後減唔減係冇人知，但最差嘅情況都係利率橫行，銀行都係叫做有錢賺，因為講緊未來減息仲係大方向。最差嘅情況之下，銀行都只不過係收樓之後短時間內賺唔足按揭嘅利差，但係按揭罰息期最少都2年可以鎖定獲利。咁試問銀行又點會好似年頭咁樣股價全線低估向買家嚴重傾斜呢？所以翻去香港銀行體系總結餘，一旦息差收窄，香港又有資金流入，會唔會好似09年咁樣，啲資金出現大漲小回嘅局面呢？之後令 HIBOR 重新下降，個答案已經呼之欲出啦。其實買賣物業要衡量嘅角度唔算太多，買樓嘅思考角度仲簡單過用基本面買股票，只不過係入場費高，但係你買樓之後係可以長期享受到物業嘅租值，而唔似股票派息咁樣需要喺樓價上面做取證。如果喺而家嘅角度睇，買家嘅有利條件仲係遠少過業主，個樓價仍然係應該提升。其實所謂嘅指標係有滯後嘅作用，作為投資者係應該理性咁去判斷未來而作出投資決定。如果我上述講咁多個條件，由業主方向推返去買家方向，咁個樓價作為跌咯。作為一個投資者，亦應該要接受。正如我喺樓價預測嗰條片都講，你覺得未來影響樓價嘅因素係點樣，你咪認為個樓價係點樣咯。但係點先能夠可以理性判斷未來？呢啲因素走勢先係作為成功投資者嘅關鍵。以上就係我今日嘅全部內容，感謝你費時將我哋嘅影片睇完。如果你都想了解更加多有關買樓投資嘅資訊，都可以睇埋左手邊2條影片。最後，如果你都覺得呢個頻道實用同幫助到你嘅話，記住訂閱呢個頻道，俾多個 like 我，同埋分享呢條片俾你嘅朋友睇。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可以早日達到財務自由。我哋下次再見面啦，拜拜。